我爸中彩票买了豪华别墅，爸妈牵着妹妹和一条死狗入住，我背着所有的行李小心谨慎地跟在他们身后。可到别墅大门后，却被我爸拦在门外。新房子没有预定你的房间，你回老小区的旧房子住，50层，空气好，太阳大，更适合你。上一世，我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哀求爸妈留下自己，结果被爸妈关进别墅地下室反省。紧接着，一场长达2个月的大暴雨倾盆而下。整座城市陷入淹没，我在别墅地下室被活活淹死。爸妈带着妹妹返回老小区躲过了一劫。这一世重生回到末日暴雨来临搬家的这一天，我会囤好食物，关好门窗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进来。千万6，你把行李放下，你回老小区的旧房子住，50层，空气好，太阳大，更适合你。我爸站在别墅门口，向着不远处的小区高楼伸出手指了指，那是我们以前住的老小区，距离别墅也就是5分钟的步行距离。前世我因无法住进别墅而伤心欲绝，涕泗横流的斥责父母这些年的偏心，他们心里唯有15岁的妹妹，乃至我过得还比不上妹妹养的那只狗。这次搬家，爸妈把我当成我的身份就是劳工，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忙碌，我一次又一次的搬着行李，本就虚弱的身子骨几乎直不起腰。而妹妹呢，她在家里吃着西瓜玩着狗，全家人等我搬完东西后，他们就美滋滋的住进别墅。所以当爸妈赶我回老小区的50层那破房子住的时候，我彻底愤怒了。我一边哭一边骂，发泄我的不满，也尝试着让父母对我生出一丝爱意，可生出的只有他们的恼羞成怒。老爸拽着我丢进了别墅的地下室，恶狠狠地锁上了铁门。千万6，你这个逼玩意，什么时候反省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放你出来？妹妹前稍后隔着门故意的问我，哥你哪来那么大火气呀？不就是不让你去读大学吗？不就是你住院没人搭理吗？不就是，哎呀，太多事了，我都忘了。我恶狠狠地抓着铁门，铁门被抓出了血痕，悲愤的我突然不断地喷出血迹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难道就因为我从小不喜欢说话，不懂哄人开心吗？可我一直在做事啊，家里的家务全是我一个人干，我已经为你们分担辛苦了，为什么还是得不到你们的喜欢？为什么不能让我住一住新家？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家人吗？我在悲愤中晕倒了过去。等我再次从昏迷中醒来，城市外面闪电雷声轰鸣，暴雨天河决堤一般倾倒而下。我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暴雨，却不料这场暴雨越下越大，整个城市正在被雨水吞没。当雨水漫进地下室时，我惊慌失措地大喊：“爸妈，快开门！”我爸走下来，在门外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你喊什么喊？妹妹都被你吓哭了，你给我继续待在这里反省。”爸，这里面进水了，我的鞋子都被打湿了。这么大的雨，进水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好好泡着吧。专家说了，这雨来得奇怪，说不定要下2个月呢，最好淹死你个烂东西。说完，他们就上楼安抚妹妹。到了凌晨4点，地下室的水已经淹没到我的半身处，我开始呼吸困难。我用力疯狂拍打着铁门，一遍又一遍地大喊着救命。外面显然也已经乱了，别墅里肯定也到处都是水。在我疯狂拍打铁门下，我爸爸赶过来了。天母的门呢？千万6，你人呢？你在哪里？我爸终于来找我了，我喜极而泣，被爸爸担心的滋味真的太好了。我在这里，爸，我在这里，你儿子在这里。我爸终于找到了门，铁门上有个小窗口，他透过窗口喊我：“老小区房子的钥匙在你那吗？快给我！”我还沉浸在被父亲担心的温暖之中，无暇多想，就从口袋里掏出老小区的钥匙，从铁门小窗塞了过去。我爸拿到钥匙后，大声喊着我妈：“老婆，快报警小烧货，我们一起回老小区。这雨下的太他妈奇怪了，要是真的下2个月，老小区50层的顶楼才是最安全的。”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痛哭大喊着：“爸，开门啊！你儿子还在里面。”目前这个水位水压太重了，根本打不开。说完，我爸狠心的走了，铁门甚至都没有尝试开一下。很快，铁门的小窗口也被淹没了。伴随着水位越来越高，我就再也无法呼吸，淹死在地下室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回到了搬行李这天，还是同样熟悉的场景。新房子没有预定你的房间，你回老小区的旧房子住，50层，空气好，太阳大，更适合你。回想起上一世被淹死的自己，我恨他们，强迫自己露出微笑。好的，爸爸，我这就回老小区住，以后都不会打扰你们的。我爸冷哼了一声，转脸宠溺地摸了摸妹妹的头发，说道：“都是同一个妈生的，都是我打的撞，怎么区别那么大？妹妹活泼可爱，哥哥跟个死人一样，看着就烦。”行了，不要管这个自闭症的玩意了，我们快进屋吧，别把妹妹给热坏了。他们一家3口开开心心地走进新房子内，不再看我一眼。我从口袋里掏出老小区的钥匙，50层的旧屋就是这场暴雨的避难所。我只需要在这里囤积好足够的食物，然后锁好门窗，便能好好活下去。我立刻赶往小区附近的超市，开始疯狂购物。我想多囤积一些量大管饱的物资，比如方便面、矿泉水、自热火锅等速食的物资。可我手里只有偷偷存下来的200块零花钱。正在为钱发愁时，我妈给我转来了4万块钱。千万6，你妹妹说客厅太热了，你马上通知董明珠亲自送10台格力空调过来，耽误了我打死你。我收下钱，给我妈回复了一坨屎的表情过去，转头我就开始疯狂囤积物资。考虑到暴雨期间会停水停电，我尽量购买能直接食用的物资，方便面100箱，自热火锅100箱，矿泉水100吨，风干牛肉100斤。此外杂七杂八的零食，包括袋装鸡腿、鸭头、腊鱼等等。我比较警觉，末日暴雨来临，避免不了会生病。我又去购买了一大箱药品，菲林、泰诺、布洛芬、蒙脱石散等常用药物，我一个都不落下，免得到时候生病得不到救治。
一切搞定。我累瘫在沙发上，整个人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但此刻还不是松懈的时候，我强迫自己继续思考，是否还需要购买什么物资。片刻后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又一次出发购物。这一次我购买了3把西瓜刀来防身，防狼喷雾、电击棒我也购买到手了。暴雨末日必定一片混乱，虽说小区商品房的防盗门几乎不可能被突破，但我还是以防万一。有了这些，我面对壮汉根本不慌。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几滴雨水滴落在我的手臂上，我抬头一看，天空乌黑一片，龙形水流般的闪电突兀地撕裂着天空，伴随一声平地起雷的惊天撼响，整个大地都为之猛然一颤。这是要准备下暴雨，趁着雨势还未变大，我加快步伐往家里赶。回到家，锁好了防盗门，将所有门窗都关闭。我自幼缺乏安全感，总感觉这防盗门还不够保险，于是我将家里的水桶全部装满清水，堵在了门口。另外再加2个巨大的增压蓄水池。有了这些水桶堵在门口，一般人开了锁也推不开门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终于放松下来，拿起手机刷着前万6的短视频，本想放松一下，我妈偏偏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。我懒得回复她的信息，我妈便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过来。我不耐烦的接听，我妈直接破口大骂：钱万6，你死哪去了？董明珠怎么还没有送空调过来？你买没买空调？你妹妹都快热死了，现在又下雨了，谁还愿意送空调过来？我妈像是吃了炸药一般，我不但没有买空调回去，还不回她信息，不接她电话。很显然她被我气炸了，这要是在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。这时我心里突然涌上一阵快感，看了一眼外面越下越大的暴雨，我咧开嘴哈哈大笑，但我就是不回应我妈的话，让她彻底炸毛。你笑什么笑？你 TM 神经病吗？我问你空调呢？我爸抢过我妈的电话，吃了狗屎一样气急败坏的喊着：钱万6，你说话呀？你是不是聋了？你个王八羔子！要是以前我听到他们这样骂我，我估计都得尿裤子了。但是现在，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胆小怯懦的自己。你们别急，等妹妹热死了就不需要空调了。我爸听到这话显然愣住了。钱万6，你说什么？我啪的挂了电话。弄完这一切，我走到窗前看一眼外面，此时外面早已昏天暗地，暴雨倾盆，整个城市仿佛被一块黑布笼罩着。此时城市地面的积水已经开始慢慢水涨船高，爸妈和妹妹住的别墅很快就会被淹没。昏暗的天空看得我瑟瑟发抖，我赶紧搜上一包螺蛳粉，啃上一头广西烤猪压压惊。我边吃边玩手机，刚好看到我妹妹前稍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是他们一家3口还抱着狗在卧室的自拍。刚住进2000万的别墅新家就下暴雨了，好烦呀！还好有2000万的别墅和爸妈陪伴，开心，嘻嘻。紧接着他又往家庭群里发信息，还故意艾特我：哥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老小区住，怕不怕呀？住50层这么高，打雷怪吓人的吧？我听妈妈说你想热死我，热死我就不用买空调了，是不是？哥，你这么讨厌我呀？嘻嘻。我一边嗦着螺蛳粉，一边炫着广西烤猪，还喝了2两广西公文包，根本没有理睬我妹妹。她又继续跟我说道：哥哥，我有爸妈陪着都好害怕，你一个人住在老小区一定更害怕吧？嘻嘻。我炫完了烤猪，把吃剩下的骨头打包收拾好，全部丢进了我妹妹的公主房内。我还特意拍了个照片发到家庭群里，我准备把我妹的房间当做垃圾场，毕竟暴雨可能下2个月，到时候停水停电垃圾不好处理。妹妹看到照片后立马像吃了屎一样发癫。钱万6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把我房间当做垃圾场了，居然把猪骨头丢我房间！现在外面下着暴雨啊，狂风打雷的，垃圾根本没法处理啊！垃圾先堆在你房间，不然在外面臭的我。妹妹前稍后立马给我弹了视频过来，可我就是不接。片刻后，我爸在群里发语音吼道：钱万6，你神经病啊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 TM 把垃圾往我宝贝女儿的房间丢，你是怎么敢的？钱万6，你给我听着，我限你1秒钟把妹妹的房间打扫干净，不然我打死你！我回复了一坨小雪糕过去，按下熄屏键，倒头躺在沙发上，准备睡一个香甜的好觉。外面骇人的雨水开窗声俨然成了催眠曲，我一觉睡到凌晨4点，被特别吵醒。暴雨微弱些，家里已经停电，不过4G 网络还没停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这场暴雨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各种石头专家出来解释、猜测、辟谣。不过最权威的机构根据气象图预测，这场奇怪的暴雨可能会持续2个月，但我根本不慌，家里囤积了大量的食物和药品，足以支撑半年之久。我不慌，但是我爸妈和妹妹慌了，他们发现群里下的不能进，疯狂给我打电话叫我开门，但我就是不接。上一世你们把我丢弃在地下室活活淹死，这一世我也让你尝一尝被淹死是什么感受。敲了半天门也没个回音，难道钱万6不在家？他走了？他把我们气坏了，估计怕我们找他算账，所以连夜躲起来了。这死玩意以前就喜欢躲。没错，我以前确实喜欢躲，毕竟以前不躲起来就会被他们打死。当然，现在我没有躲，只是不想出声而已。我就这样看你们着急的样子。此时，妹妹声音沙哑说道：如何是好啊？我又累又饿，赶快把门打开呀！宝贝，爸妈没有钥匙，现在外面狂风暴雨，也不好找开锁师傅。闺女儿别着急，留爸比在呢。都怪钱万6那个贱骨头，竟然不把钥匙留在别墅，我要打断他的手。好，打断钱万6的手，敲碎他的骨头。
乖女儿别哭了。此时暴雨忽然小了一些，天色也变得亮堂了一点。我爸大喜过望的大声说道：“老婆雨停了，走，我们回别墅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下2个月雨呢？别听那些所谓专家乱吹牛逼。”说着，他们便乐呵呵的离开了。殊不知，他们这一走就永远无法再回到这栋高楼了。若是留在这栋楼里，完全可以避免被水淹死的可能。我走到窗前看了一眼楼下，整个小区已经是一片汪洋。一旦暴雨再次来临，水涨船高，他们再想回来就难了。雨水中，他们一家3口踩着小腿一般深的水，先着手一步一步的往别墅走去。这画面好不温馨。就在爸妈刚回到别墅不久，暴雨从下起了，而且一直停下都回家网页。此时，物业群里发出预警信息：因受暴雨影响，地下停车库电路涉水短路，很多地方已经漏电。2栋808的业主已经被电死，望各位业主千万不要涉水。看到这消息，我高兴坏了。妹妹他们这回想返回居民楼可就难了。此外，本地官方也发出了预警新闻：沙雕江江水暴涨，已经快漫出河堤了。居住在沙雕江附近的居民，做好江河冲出河堤了的准备。沙雕江距离我们小区不过1公里，这条江河将会是索命的鬼。这回爸妈和妹妹已经丧失了主动权。果然，我爸在家庭群里发出语音：老婆，你先带女儿去3楼，别下1楼碰水，鬼知道哪里有电。此时，暴雨已经全部失控，沙雕江的洪流像猛兽一般席卷而来，而我爸妈的别墅也已经快被洪水淹没。老婆，你和妹妹现在什么情况？我被困在2楼的阳台，客厅好像也天母漏电了，天母动都不敢动。老公，我和女儿在3楼的阁楼里躲着，幸好我给妹妹带了一只雪糕，暂时还饿不死。老公，你那有吃的吗？天母的，我这只有飘来飘去的黑丝，根本没有吃的，我都快渴死了。爸爸，我好饿呀，都快饿死了。我命令你马上出去给我找吃的。前稍昨天灌完几年的食物，哪里受过这种苦？此时他早已经崩溃了。即使这样，我爸还是心疼直掉眼泪的说道：“宝贝，不哭，爸爸刚才看到对面别墅有人，爸爸待会想办法避开漏电水域，过去给你求点吃的回来。”这点东西还需要求吗？这不是张口就有吗？钱万六，你个老六，哪里找的食物？立刻给本公主送来。钱万六，你在老小区住着是不是？上次怎么不开门？你想死是不是？我没有回复我妈的语音，反手拿起手机往家庭群里录了个小视频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简单煮个小火锅，我这个我自己当视频发到家庭群的时候，我妈和妹妹就像吃了屎一样炸开了锅，猛地往群里发语音骂我。倒是我爸这个时候脑子清醒的发了一段假惺惺的关心文字过来：千万六宝贝，现在整个城市都被淹了，沙雕江也决堤了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出家门，知道吗？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听到我爸这么虚伪的关心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感到前所未有的恶心。我当然不会出门，是你们逼我回老小区住的，我答应不去。不出门就好，爸爸真担心你出什么意外。爸爸就你这么个重啊，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！对了，我们别墅区的业主都开着皮艇到你那边的高楼层了，待会我们坐皮艇去老小区找你，你要开门哟。我妈这时候也醒悟起来了，也露出了黄鼠狼的尾巴。她也温柔地关心我说道：“儿子啊，这么奇怪的暴雨太危险了，一家人在一起才能相互照应，你千万别出事哦。”连平商户都发了个清新的表情包说道：“哥哥，等我们哦，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，爱你，我亲爱的哥哥。”我们也是一家人了，真他妈虚伪！他们要是找到皮艇的话，过来肯定不是问题，涉水不是问题，食物才是这场暴雨的关键。暴雨持续了10多天，到处都是饥饿声，楼道里全是四处走动的业主，大家都在寻求食物。而暴雨会持续整整2个月，饥饿之后还有复杂的人性，甚至会引发相互残杀。父母和妹妹回居民楼，有可能给我带来危险，但他们自己也很危险。只要我自己能避免危险，那危险就是他们的了。我的妈妈，回来，咱们随时听我的哦。乖儿子，等我们哦。等你们死。3日后的正午，暴雨停歇了不少，只剩下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楼里很多居民都在盼望着救援快点来临。突然出现一艘橡皮艇，眼睛尖的人还以为是消防救援来了，激动的大喊：“快看，有人来就咱们了！”那根本不是消防的人啊，都没穿消防服，那是别墅区的人，TM 的。很快，爸妈就带着妹妹来到门口，光头佬用力拍打着门：“钱万六，好大儿，我是你爸爸，快给爸爸开门！”我这次并没有假装不在家，反而迅速走到门前，故意假装鼓弄一下门把手，并且装得可怜兮兮的腔调说道：“爸，这么的说好像坏话了，不打开。”什么？怎么可能打不开？一个见过。万六啊！你多尝试开下试一试，有可能是这个天气热胀冷缩的原因，你多试一试。光头佬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这时我妈也上前催促：“老六啊，你快开门！你妹妹现在发烧到1000多度了，我记得家里还有退烧药，你看能给妹妹吃药，再烧下去就嘎了。”妈，我真打不开啊！妹妹烧得这么厉害吗？你们把门撞开吧。我爸心中的火气腾的一下就炸开了，满口正能量的怒吼：“TM 的，钱万六，我 TM 的，你个废物玩意，这门你都打不开，要你有什么用？”说完他就用力撞门，可能纹丝不动，反而撞得他肩膀痛得厉害。
这时外面突然来了很多邻居，个个都是饿死鬼。我主动拉邻居他们入局。街坊邻居们，我家里有很多食物，你们一起把门撞开试试。闻言有食物，大伙立马就精神了，都开始纷纷撞。末日暴雨降临，上一世天心父母把我丢进别墅地下室，紧接着一场持续长达2个月的大暴雨无情地将整个城市吞没，而我却被关在地下室活活淹死。爸妈不仅没有一点内疚，还拍手叫好，为什么不早点死？这一世我重生归来，天心爸妈把我赶回老小区的50层居住，他们却带着妹妹住进别墅新房子。殊不知暴雨来临，50层的高楼才是躲避末日的堡垒。我在房间囤积了大量物资，有方便面、矿泉水、自热火锅、广西烤猪、柳州螺蛳粉等等应有尽有。为防止末日引起抢食物的骚乱，于是我将家里的水桶全部装满水，堵在了门口，另外再加2个装满水的增压蓄水池。有了这些水桶堵在门口，就算开了锁也推不开门。弄完这一切，我走到窗前看一眼外面，此时外面整座城市已经被洪水淹没，爸妈和妹妹划着橡皮艇过来向我求救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50层，我爸用尽全力拍门。千万六，我的小心肝，爸爸来了，快开门！我这次没有再装不在家，而是假意的扭动门把手，可怜兮兮的说道：“爸妈，门锁坏了，我试了好多次了，都打不开啊！”什么？怎么就打不开了？你个败家！老六啊，你多尝试一下，有可能是雨天门锁生锈的原因，你多试一试。哈哈。我爸强忍着怒火，我妈也催促说道：“老六啊，快开门！你妹妹现在发烧到1万多度了，我记得家里有退烧药的，你开门给妹妹吃药，再烧下去就嗝屁了。”我真的打不开啊，急死我了！你们能不能撞开啊？我爸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气得大吼道：“千万六，你个没用的玩意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”说完他就用力撞门。门纹丝不动，反而撞得他肩膀痛。此时外面人声鼎沸，显然来了不少邻居街坊。我主动拉他们入局撞门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家有吃的，你们一起撞门试试，把门撞开就有吃的了。弟子特激动，纷纷开始撞门。高层的防盗门会惩罚每一个人的大脑门，大伙都纷纷喊疼，压根奈何不了防盗门。就在我心里暗爽的时候，千万六，是我，你是？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左下角游戏云上大陆厂商的老板，之前跟你电话沟通过合作的事情。来吧，我们谈谈合作的事。我们计划给你左下角安排3000台苹果15 Pro Max 做粉丝福利活动，你看这些都是要就近送给粉丝的，还有一批在仓库里整装待发了。这么点不够吧？再给我加点不同型号的。再给你加3000台华为 P70 Ultra， 不能再多了。我们最近游戏行业不景气，好游戏都没人玩。那是你的事，再给我安排3000台 iPad Pro 配套，不然我不宣传了。好吧，马上给你安排。你们这个活动有参与门槛吗？这个活动没有任何特殊门槛，只要看到这条视频的粉丝点击这条视频的左下角链接，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参与完活动，华为苹果24小时包邮到家。不错不错，还真有领取界面。那预祝咱们合作愉快。千万六，你在里面跟谁嘀咕什么？我都快饿死了，又发烧，你偏偏打不开门，你真没用。他快烧迷糊了，但骂我的时候一点不迷。我爸又开始心疼妹妹了，给我下了死命令：千万六，你个没用的玩意，给你1分钟，再打不开门，我就嘎了你！我爸就这样，总喜欢以威压人，也不管合不合理。可现在隔着门，他能压到谁？我继续可怜兮兮的说道：“我真的打不开啊，原本还能拧一点，被撞后彻底卡死了，现在完全拧不动。”我这话一出，还在尝试的2个邻居吓得不敢撞了，生怕越撞越打不开。我暗笑了一声，知道最大的危机被我忽悠了过去，但马上新的危机又来了。我们可以去隔壁房间，通过阳台让千万六递送吃的给我们。隔壁5002号房一直没有卖出去，连防盗门都没装。我上一世受委屈的时候，就喜欢进5002号房藏着，而妹妹钱烧货最喜欢在家里阳台喊我：“亲爱的千万六哥哥，快过来，妹妹给你送吃的了。”她在5002房的阳台用一根棍子绑着吃的伸过来给我，我伸手去接，她会突然把棍子收回去，笑眯眯开口说道：“别急，狗吃东西前要感谢主人吧，快汪2声来听听。”我低着头含着泪，小声的汪了2声。钱烧货就是喜欢这样戏耍我。这样，你把头伸过来点，我喂你，你咬走零食可以吧？我实在太饿了，就把头伸过去一点。钱烧货猛地咬牙，双手抓着棍子用力朝我脑袋一敲，哈哈，打烂你的头。所以我这会儿开不了门。他立刻想到了阳台。爸妈一听大喜过望，连忙催促说道：“千万六，你马上带食物去阳台，想办法送过来给老子。”他们拉着钱烧货往隔壁阳台走去。很快，隔壁阳台闹哄哄一片，里面有不少熟面孔，包括5003房的王婶、4901房的赵大爷。看见他们，我一直警戒的轻松了些许。其实我这些年也有过快乐，比如被打的时候，王婶会过来求情，要我爸别打我了。赵大爷家里种了西瓜，偶尔会送西瓜给我家吃。见我一个人在家的话，他会让我先开一个偷偷吃了，免得我爸妈回来没我份了。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会让我开心很久，或许我只要引导一下，我们这些邻居是不会陷入极端的，我就能规避潜在的危险。千万六，你看什么？还不赶紧递吃的过来呀！退烧药也快送来，你妹妹高烧1万多度，都烧了2天了。钱烧货满脸异样的红润，看着就没有精气神，不过他面对我还是有气力的。他指了指我这边的晾衣架说道：“千万六，用那个晾衣架，快送吃的和布洛芬过来，立刻。”
马上，这是命令。他依然趾高气扬，我点了点头答应着。我立马跑回房间内，搬出一条广西烤猪和一箱方便面，回到阳台。对面这群人看见我手上的广西烤猪，眼睛都要绿了，大家都在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妹妹像回光返照一样伸出手，大喊大叫：快把烤猪给我，立刻马上！我将广西烤猪绑在晾衣架上，缓缓地伸过去。末日暴雨降临，上一世天心父母把我丢进别墅地下室，紧接着一场持续长达2个月的大暴雨无情地将整个城市吞没，而我却被关在地下室活活淹死。爸妈不仅没有一点内疚，还拍手叫好，为什么不早点死？这一世我重生归来，天心爸妈把我赶回老小区的50层居住，他们却带着妹妹住进别墅新房子。殊不知暴雨来临，50层的高楼才是躲避末日的堡垒。我在房间囤积了大量物资，有方便面、矿泉水、自热火锅、广西烤猪、柳州螺蛳粉等等，应有尽有。为防止末日引起抢食物的骚乱，于是我将家里的水桶全部装满水，堵在了门口。另外再加2个装满水的增压蓄水池，有了这些水桶堵在门口，就算开了锁也推不开门。弄完这一切，我走到窗前看一眼外面，此时外面整座城市已经被洪水淹没。爸妈和妹妹划着橡皮艇过来向我求救，很快他们就来到了50层。我爸用尽全力跑门。千万六，我的小心肝，爸爸来了，快开门！我这次没有再装不在家，而是假意的扭动门把手，可怜兮兮的说道：爸妈，门锁坏了，我试了好多次了，都打不开啊！什么？怎么就打不开了？你个败家！老六啊，你多尝试一下，有可能是倚天门锁生锈的原因，你多试一试。哈哈。我爸强忍着怒火，我妈也催促说道：老六啊，快开门！你妹妹现在发烧到1万多度了，我记得家里有退烧药的，你开门给妹妹吃药，再烧下去就嗝屁了。我真的打不开啊，急死我了！你们能不能撞开啊？我爸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气得大吼道：千万六，你个没用的玩意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说完他就用力撞门，门纹丝不动，反而撞得他肩膀痛。此时外面人声鼎沸，显然来了不少邻居街坊。我主动拉他们入局撞门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家有吃的，你们一起撞门试试，把门撞开就有吃的了。一群人可激动，纷纷开始动员。高层的防盗门会惩罚每一个人的大脑门，大伙都纷纷喊疼，压根奈何不了防盗门。千万六，你在里面跟谁嘀咕什么？我都快饿死了，又发烧，你偏偏打不开门，你真没用。他快烧迷糊了，但骂我的时候一点不迷。我爸又开始心疼妹妹了，给我下了死命令：千万六，你个没用的玩意，给你1分钟，再打不开门，我就嘎了你。我爸就这样，总喜欢以威压人，也不管合不合理。可现在隔着门，他能压到谁？我继续可怜兮兮的说道：我真的打不开啊，原本还能拧一点，被撞后彻底卡死了，现在完全拧不动。我这话一出，还在尝试的2个邻居吓得不敢撞了，生怕越撞越打不开。我暗笑了一声，知道最大的危机被我忽悠了过去，但马上新的危机又来了。我们可以去隔壁房间，通过阳台让千万六递送吃的给我们。隔壁5002号房一直没有卖出去，连防盗门都没装。我上一世受委屈的时候，就喜欢进5002号房藏着，而妹妹钱烧货最喜欢在家里阳台喊我：亲爱的千万六哥哥，快过来，妹妹给你送吃的了。她在5002房的阳台用一根棍子绑着吃的伸过来给我，我伸手去接，她会突然把棍子收回去，笑眯眯开口说道：别急，狗吃东西前要感谢主人吧。快汪2声来听听。我低着头含着泪，小声的汪了2声。钱烧货就是喜欢这样戏耍我。这样，你把头伸过来点，我喂你，你要走零食可以吧？我实在太饿了，就把头伸过去一点。钱烧货猛地咬牙，双手抓着棍子用力朝我脑袋一敲，哈哈，打烂你的头。所以我这会儿开不了门。他立刻想到了阳台。爸妈一听大喜过望，连忙催促说道：千万六，你马上带食物去阳台，想办法送过来给老子。他们拉着钱烧货往隔壁阳台走去。很快，隔壁阳台闹哄哄一片，里面有不少熟面孔，包括5003房的王婶、4901房的赵大爷。看见他们，我一直警戒的轻松了些许。其实我这些年也有过快乐，比如被打的时候，王婶会过来求情，让我爸别打我了。赵大爷家里种了西瓜，偶尔会送西瓜给我家吃。见我一个人在家的话，他会让我先开一个偷偷吃了，免得我爸妈回来没我份了。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会让我开心很久，或许我只要引导一下，我们这些邻居是不会陷入极端的，我就能规避潜在的危险。千万六，你看什么？还不赶紧递吃的过来呀！退烧药也快送来，你妹妹高烧1万多度，都烧了2天了。钱烧货满脸异样的红润，看着就没有精气神，不过他面对我还是有气力的。他指了指我这边的晾衣架说道：千万六，用那个晾衣架快送吃的和布洛芬过来，立刻马上，这是命令。他依然趾高气扬，我点了点头答应着。我立马跑回房间内，搬出一条广西烤猪和一箱方便面，回到阳台。对面这群人看见我手上的广西烤猪，眼睛都要绿了，大家都在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妹妹像回光返照一样伸出手，大喊大叫：快把烤猪给我，立刻马上！我点了点头，将烤猪绑在晾衣架上伸了出去。妹妹伸出手想要接的时候，我用一棍子敲在钱烧货手上，她的手臂又细又嫩，被我一棍子敲肿了，痛得大声骂道：千万六，你干什么？爸妈也惊了，脸色铁青的臭骂我：千万六，你疯了不成？你打妹妹干什么？我邪魅一笑，狗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向它的主人摇摇尾巴？你也叫2声来听一下。千万六，我天母的，她可是你的亲生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没有理会我爸，
当起了救世主的说道：“方便面和水都有限，想吃的大家要排队，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优先。”老六，婶子谢谢你，我本来就身子虚弱，又饿了好几天了，你可以给我1包方便面吗？我二话不说就将方便面递过去。大家都有份，这是给王婶的，大家别抢。众人都忍住伸手抢东西的欲望，纷纷都让给了王婶。不料我妈突然探身抢过方便面，紧紧地抓在怀里。这是我家的方便面，我谁都不给，你们都给老娘滚开！没错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的，你们快滚开！这时赵大爷开始领头，纷纷开始谴责我爸妈他们。这是老六给王婶的，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？就是，光头佬，你们平时天天打钱万6，谁不知道你偏心？现在又说钱万6是你的儿子了。我的儿子，我想打就打 ，TM 关你什么事？有些邻居开始受不了，推了一下我爸。我爸正想要还手，我妈机灵地说道：“钱万6那边这么多方便面，你们至于抢这一桶吗？老公走开，让他们接面。”我将方便面一次又一次地按顺序分了下去。现在除了我爸妈，他们每人都拿着2桶方便面和2瓶矿泉水。好了，各位邻居们，今天的食物已经分完了。我爸他们一听分完了，表情像吃了屎一样难受。王婶看到他们可怜，便主动把食物分了一点给我妹妹。结果我妹妹不但不领情，还嚣张跋扈地骂道：“一桶臭方便面，你打发乞丐吗？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”王婶叹了口气，转身就走了。阳台上只剩下我爸妈和妹妹。此时我爸脸都被我气绿了，指着我骂道：“我 TM 的钱万6，你个败家玩意！这么多东西全分完了，连你最可爱的家人都不分一点，一个吃里扒外的玩意！”妹妹依旧饿得发慌，而且持续发高烧，她的公主令又开始了。钱万6，快给我布洛芬，我现在好难受，立刻！我扫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走回屋内，鸟不动鸟他们。爸妈和妹妹被气得疯狂地猛踹墙壁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我在房间听到了我爸在喊我：“老六啊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拿点吃的出来给爸爸可以吗？爸爸快饿死了。”我爸又开窍了，大概是一晚上的煎熬，终于把他的嘴巴熬软了。妈妈和妹妹的嘴巴也开始软了起来。老六啊，你快出来阳台这里好吗？我们其实很爱你的。我刷着牙，夹着一个大鸡腿来到了阳台。